这2年大疆的 Mavic 和 Mini 系列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生猛。Mini 系列主打轻便，自带大仰角和无损竖拍，而 Mavic 系列有着大画幅、更多的镜头、更好的参数以及更贵的价格。那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市场狠狠地收割钱包，割了一茬又一茬。那反倒是最应该走量的 Air 系列，只留下 Air S 这个独苗在大疆商城的角落里面瑟瑟发抖。那2年过去了，大疆似乎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这么一个 Air 系列可以割，给我们带来这台全新 Air 3。那如果说把 Mini 3、Air 3还有 Mavic 3你比作一个3色冰淇淋的话，那 Air 3就是中间的那一颗。Mini 和 Mavic 的味道它都有，上取了大哥 Mavic 3 Pro 的中长焦镜头，下拿了小弟的 Mini 3广角镜头，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小功能，这个 Air 3就出来了。现在带屏的这个全套唱飞套装是9688元，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那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会觉得这个啥味都有的 Air 3其实还是挺甜点的，用起来也还不错。当然也有可能成为今年我们最推荐的无人机，值得来看看。关注 Air 3的朋友都知道，这次 Air 3的传感器大小相比 2S 是反向缩减了一下。大疆做到了清库存的同时，还做了一回端水大师。现在这2颗镜头你应该非常的熟悉，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广角是 Mini 3系列这个 1.3英寸的底，搭配等效24毫米 f1.7 的镜头。中长焦镜头则是由 Mavic 3 Pro 上那个同样是 1.3英寸的底，还有等效70毫米 f2.8 的镜头来构成，就变成了现在这个2470老友组合。买 Mini 3送 Mavic 3 Pro 长焦。真的是有水平，玩供应链真的玩出花了。库克要把他那个皇冠放到你们头上了，大疆真的厉害。那既然都是老朋友，我觉得对比应该更能够体现出它画质在一个什么档位。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主摄和 Mavic 3 Pro 的主摄相比，那解析力和动态范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但到了和 Air S 对比，你会发现 Air 3的画质会好一些，但是画面本身有点锐化的痕迹，墨尔文也会重一些。那于是我们把锐化和降噪降到-2，然后又测了一遍。那这样一来 Air 3的锐度会自然一些，但是解析力又会不如 Air S， 所以它俩的画质区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参数的选择。那到了中长焦镜头之上，这是它的主要优势。它和 Mavic 3 Pro 的区别其实并不大，但是 Air 3上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这个中长焦和广角一样，它都有 4K 100帧的记录能力。没错，相比大哥 Mavic 3 Pro， 这颗中长焦的升格能力现在反而还提升了不少。它没有裁切，而且还多了 1080p 200帧的8倍慢动作，让航拍的容错率高了很多。只不过在200帧之下，你会需要牺牲一些画质，大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个明显的画质劣化，但是它至少给了，而且航拍的慢动作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视角。现在反而是 Mavic 3 Pro 不会有这个功能，将来应该也不会，这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消息。所以我很好奇 Mavic 3 Pro 的用户们会怎么想，你可以打在弹幕上。我个人就觉得有点麻，为啥呀？Sometimes it's hard to find anchor through the waves. Return to me.
除了 4K 100帧，Air 3最高支持 4K 60帧 HL5 的 D-Log 画面，也都有最高 4K 30帧的夜景模式，并且大疆为了彻底端平水，广角有的参数长焦都有，除了光圈不太一样以外，别的参数基本上都做到对齐了。那再加上8GB 的机身内存，还有航点功能，你这么一看，大疆好像把能给你的功能都给你了，应该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航拍爱好者的需求了，就是非常完美的一台无人机，对吧？还是有一些刺可以挑的。Air 3首先它没有 D-Log， 只有10比特420的 D-Log M， 所以动态范围会相对受限，你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差异，无法进行一些特别重度的调色。那再加上 Air 3本身的底和 Mini 3 Pro 一样，对光线有比较高的要求，锐化也还是有一点多，像这里会有点明显，而且没法调整。那这点大疆工程师也说后续会通过固件更新来提供这个选项。那 OK， 希望尽快更新，这样我可以夸你一下。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很难改口，就是如果你想拍竖屏的内容，那你这次是注定会有一点难受的。那这次 Air 3无法和 Mini 3那样实现无损的竖拍，云台能够直接立起来，因为这个结构太大了，所以如果你想竖拍的话， Air 3只能通过机内裁切来实现一个9比16的 2.7K 竖拍画面，这个算是一个遗憾，我还挺喜欢 Mini 这个功能的，但是现在 Air 3就是没有。那除了画质，这次 Air 3的飞行器本身也有几个提升，就是大了、快了，而且安全了。首先，机身相比 Air S，Air 3重了125克，现在是720克左右了，已经基本上快直逼大哥 Mavic 3了。那机身大小也大了一些，介于 Mini 还有 Mavic 中间。那虽然胖了，但它现在变得更加灵活了，应该是大疆无人机里面最灵活的那一档。Air 3的上升下降飞行速度现在都来到了10米每秒。那你要知道，这是 Mini 3的2倍，同上也比 Mavic 3还有 Avata 还有雾也都要快上一点。那云台在飞行的时候有最大45度的仰角，介于 Mavic 3 Pro 还有 Mini 中间，能够实现这种很酷的上升镜头，那这都挺好的。那只不过我希望大家能稍微再多给一点，就比如说云台能够通过手动调节横滚来实现出雾3那种很酷的破水平画面，那对我的吸引力就会更大一些。那安全方面 ，Air S 之前没有那种侧向避障，所以只能通过一个尴尬的静止侧飞的方式来规避炸机。那现在 Air 3总算有了全向避障，并且有了 APS 5.0的支持，所以它能实现一些非常激进的绕行动作，自动来完成。那配合这个我最喜欢的聚焦功能，现在它就能够像这样自动拍出一些比较酷而且相对安全的跟随镜头。那虽然没法像雾3那么自由，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还是挺够用。那当然，毕竟是视觉避障方案，所以你还是不能在很多镜面反射的高楼大厦做骚操作，避障就会难以正常工作。如果你头铁的话，提空回家就是等着你的事儿，这是必然。图传方面 ，Air 3也有了一些进步，现在用上了大疆最新的 O4 图传，最高支持 1080p 60帧，还有相对较远的距离。那现在大疆这个图传迭代太快了，我们自己其实也搞不清楚了。我们列了一张表，你可以看一下大疆目前产品线的图传版本，还有对应的参数。只能说大疆需要重新整理一下，现在真的有点乱。那官方说 O4 图传的传输距离相比 O3 Plus 提升了几公里，那在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我感觉和 O3 Plus 相比，提升并不明显。有了物理遮挡，你一样还是会丢图传，并且为了适配新的 O4 图传，大疆这次推出了全新的 RC2 遥控器，外观相比 RC 多了2根外置的天线，底部少了一个 C 口，还有防尘罩。那这台遥控器目前只能连接到 Air 3，所以手头上你有别的飞机想换 Air 3的话，那大概率你能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你猜是什么？没错，是你的 TF 卡，别的什么都留不下，就非常大疆。起飞，返航点已刷新，请留意返航位置。除了飞行器还有遥控器本身，大疆这次依然贴心的帮你把电池也给一并换新了。没错 ，Air 3这次又用到了一块全新的电池，和 Mavic 3的电池近似的外形，只不过个头变小了一些。续航也让它从 Air S 的31分钟来到了46分钟，提升还是挺大的。实际有效飞行时间现在总算达到了 Mini 和 Pro 的这个水平。那基本上一块电池就能够覆盖一个场景。而这次这个充电管家身上有一点玄机，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就是这个集电功能。简单来说，这个功能就是当你飞完了3块电池之后，你可以通过按下这个充电管家上面的这个按钮，让充电器自动把电量较低的电池转移到电量较多的那块电池之上。你没听错，就把低的转到多的上面。这是一个过去很常见的痛点，毕竟无人机电池你很少会完全飞到没电，多多少少会留下10%几或者20%的电量。那现在能把这些剩余电量聚合到一块电池之上，那理论上你可以多飞几十分钟。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挺聪明的，对吧？非常的环保。那说到环保，还有一个很环保的点，你应该不会喜欢。相比 Mavic 3 Pro 的畅飞套装，现在 Air 3的畅飞版你会发现 ND 滤镜、桌面充电器没啦，消失了，包里现在只有一根线。你说没有充电器，我们年轻人忍就忍了。但是 Air 3本身就是固定光圈，如果你想获得一个正确的动态模糊，你就必须要通过 ND 滤镜把它装上去，来降低它的快门速度。
但是现在年轻人还是得掏钱买这个 ND 滤镜。这 OK。配件方面，如果你在城市飞无人机很多，那4G 模块基本就是一个必要的配件，可以通过信号基站来传输图像，在城市里面断图传的概率会低很多。那 Air 3这次的4G 模块也重新设计了，现在可以直接内置到机身里面。而且有一点还挺不错的是，这个4G 模块支持 eSIM 卡，可以在遥控器上扫码购买流量，不用去营业厅办卡，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一直占用你的一张手机卡，模块拆装一次就可以一直用，这个还是比较优雅的。但是前提是你不是 Mavic 3的用户，因为 Mavic 3和这个新的模块并不兼容，真的就是妈。那除了硬件，软件上大疆也给了一些新的东西。现在唱片的 App 里面新增了2个功能，还有一些意思，就是智能音效还有小人国特效。那智能音效就是根据素材用 AI 来匹配到对应的场景同机声，解决了无人机没有音频的问题。那么实际用下来还是挺好的，挺智能的，就是它真的会给你配上声音，虽然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点点的违和感，但整体还是挺不错的。而小人国这种视觉效果，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就有讲过，是通过遮罩还有虚化来实现一个近似于移轴镜头的效果，能把现实世界拍成一个玩具世界，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说，如果你把智能音效、移轴镜头以及这颗中长焦镜头结合起来，你就可以用 Air 3得到一些非常特殊的航拍画面。那讲到这里 ，Air 3的升级或者反向升级我们都讲完了，这就是一台能走很多辆的无人机，这个我还挺确定的。它能够覆盖到消费级的需求，也能够碰到专业的门槛。本身带屏的畅飞套装9688元，你觉得贵吗？或者说你会买吗？那我会说，大疆它就是一家有时候让我觉得过于聪明的公司，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规划还有计划的。就你现在打开大疆商城，你会发现每个价位都有一台无人机在等着你，但是每个无人机又有自己独特的壁垒。你想要竖拍就没有侧向避障，你想要画质就没有集电功能，你想要可玩性就会失去竖拍或者画质。而且这些产品它都不是同一个时间来发布给你的，这就让消费者的这道选择题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难免就会有我买早了或者买晚的这个情绪，就不是特别舒服。我个人觉得大疆也许应该像苹果这样，每年固定2-3个时间来发布它的产品，这样作为用户，我觉得在心理上的预期管理会好很多，至少我们知道要换什么，毕竟无人机不是手机，不是1年一换的一个东西，这样会舒服一些，这是我的期望，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一点。当然这才是老规矩，如果你想下载 Air 3的元素台去调一调还有试一试的话，欢迎去我们的官网去下载，这都是免费的。同时我们也有 Mavic 3 Pro、Mavic 3各种无人机的元素材它都有，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哦对了，我记得我在 Mavic 3 Pro 的评测最后吐槽过大疆的语音包，没有想到 Air 3它真的更新了，还给了这么多的选项。那其中最好玩的应该就是这个酷似于 Moss 的一个机器人音效，你可以听一下。返航点已刷新，请留意返航位置。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的朋友也想买 Air 3的话，欢迎转发这个视频给他看一看，也许会对他有一些参考。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点赞、分享、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